我們今天這是一個新的節目，我們的視頻播客別叫我總，所以如果不叫您汪總，今儿叫您什麼合適？小飞 OK， 汪先生，小飞。好，那小飞其實很多人可能对你的了解是从網上，還有你開店。我之前對你比較多的了解其實是從你的自傳生於1981，那個時候其實感覺說把這個出生的年份作為書名還是挺少見的，是吧？對，因為我實在想不出別的名兒，詞窮。所以我在想，你是對比如說你出生的那一段80年代的北京會有特別的懷念嗎？我為什麼說叫1981？我自己的觀察哈，包括這個生活過來的這個體驗，我覺得80後其實分為3代人，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年代。這10年，你看我81年出生的，我感覺80年到83年。是和70後很像。當我們有意識、有這個回憶的時候，其實沒有發生很大的变化，還住的都是平房，你的物價也沒有發生改變。我記得我5歲的時候買根小豆冰棍也是5分錢，70後買小豆冰棍也是5分錢。当你想83年以後那一代人84年有記憶的時候，就是在89年和90年了。90年開始物價發生轉變了，大家開始學計算機了。也開始修路了，大拆大建的年代也起來了，所以他們的那時候的消費的場景跟我們又不一樣。那88年以後，基本上和90後差不多了，也是在一個高速發展的年代。像他們有記憶的時候是94、95年的時候了，大家慢慢搬到樓房了，有暖氣了，而且生活的消費場景也不一樣了。所以我觉得81年這個年代是挺怎麼講承上啟下的這樣一個年代，是跟70後甚至一些60後的人一樣的生活，都是排隊打醬油、換煤氣罐，這個生煤球、生蜂窩煤，這個住平房。但是70後的人參與工作比我們早，改革開放以後獲取資源、創業的這個機會比我們早一些。等我們80後開始參與工作的時候，已經是2000後了。那個時候資源也被拿得差不多了，創新的產業也沒有起來，所以還是這一代人。其實也挺不容易的，我感覺。所以用這個年代，它不光是代表我自己出生在那一年，我跟很多身邊這個同學，包括這一代人比較有共鳴，所以在81年的寫的。對，現在一想，確實80年代是一個承上啟下的年份，而且你感覺你的整個成長的過程，還有創業的歷程，其實都是緊跟着時代的脈搏的，完全契合了中國整個改革開放的一個發展的歷程。我只堅持做了一件事，就是做餐飲行業。你看我電腦也不好，我買新電視正常開機都能燒，都能宕机了。你这個風格倒是挺像70後的。我是從小就是文科班的，學文科的，所以我從小就喜歡學習語文、什麼歷史這些東西。對這種電子產品，包括這個科技類的，也不是不喜歡，總用不上手。所以你看，後來再有這些跟互聯網創業，包括很多新的科技類企業，我也看不明白，只能多學習唄。去用這些工具改變我們這種傳統行業的一些管理方式跟方法。其實你最先接觸餐飲行業，真正的融入到裡面，是你當時回國。對，我覺得在90年代，一個中國的就是10幾歲的學生，然後去到巴黎是非常小众的體驗。可能現在出國的人很多了，但是那個時候出國而且選擇法國的人非常少。我當時也沒選擇法國，是你自己的選擇嗎？不是，我想去加拿大，给我拒簽了。你知道那時候中國人出國多难嗎？你去到那個大使館，那面試官都跟那是神你似的，反正無理由就給你拒簽。後來因為我家人都在加拿大，當時我上的文科班是英語班，我英語底子就從那會兒打下來的，就不给你簽證。後來法國人家來了一個團，那個時候剛刚和我們中國建交文化方面的互動比較多了，開始很順利的把我們第一波組團出國留學的學生30個人，我記得一起帶到南法去了。我就待了半年，就脫離開了這個30人的這個群體，我想自己獨立生活，感受一下法國生活，才自己出去的。那你那会儿是特別渴望出國，還是說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已經不得已。你想，那小孩心態都已經亂套了。中考我考的也不錯，583分，那很厲害。对，600分滿分加上30分體育，就沒心思學了。每天都想着想出國，也沒人管，所以後來就反正那時候我記得我第一次坐飛機是去的深圳，我就沒見過這麼發達的地兒，那人穿的打扮的
都特別的这個時髦。後來我跟我媽說，得了，要麼我別上學，我到這練，就搞點這個貿易也不錯。我媽扭头給我後腦勺打了一下，我就想着，當時已經心態已經不是那麼平穩了。所以你那會兒特別渴望出國，其實是因為蘭姐在加拿大待過一段時間，所以讓你對那個國家有了渴望。再一個，我當時差了幾分，沒考上八二中。那年我記得八二中是585分，我就去了第二志願學校。當第二志願學校，同學也不熟，跟八二中的氛圍完全都不一樣。你知道我後來我的課懶得去，我不上課，我期末考試还能考全年級前10名。我那個年代啊，就重点中學，它真的是不一樣。一個是從小我父母对我这種我媽对我的這種打擊式教育，這個比較嚴厲的教育。再一個，你整個上那個學校的氛圍就真的不一樣。出去以後就挺亂的。我現在想想，我作為一個小孩，從小沒人管，我覺得能長到現在還撅全眼的，就挺不容易的。真的是。對，其實是因為你是，其實那會兒心氣兒挺高的，覺得我差2分沒上這個我特別想上的學校，那我就出國。對，這個有點這心態。倒是对，當時去了法國之後，第一次到巴黎，當時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因為我們現在去巴黎，我們說大城市，但是就還好，但是那會兒應該是非常震驚的。我覺得走到哪兒都是，好像我歷史書看見的，就每周的周末都是在旅遊，在巴黎各個地方看景點兒、溜達、拍照。那時候也沒有手機，都是用照相機拍照。但最興奮的時候就是洗膠卷的時候，自己去了哪兒。那會兒就是個文藝青年。其實我倒不文藝，我喜歡追求這個，但當時那個時候是家庭條件不允許，我咖啡都沒喝過。在法國這麼多年上學，沒吃過法餐，也沒喝過葡萄酒，也不喝。7年都沒有啊，4年也沒有。在實習的時候，可能在酒店裡面吃的最多就麥當勞，因為當時為什麼我們有一個學生卡叫 Carte d'Imagine 的，你可以買這張通票。可以作為學生可以去坐地鐵，全年年票，可以享受巴黎大學裡邊一些食堂，10幾塊錢吃飽。還有一個最大福利就是，你麥當勞認這個，你比如你買一個巨無霸套餐，你拿這張卡，他再多給你巨無霸漢堡包。是嗎？對，你買一套餐給你2漢堡包，我就能吃特美。所以当时吃了3個月麥當勞。對，而且那會兒匯率高，所以確實對，房還挺貴的。現在是低了好多，但是我記得你學的是酒店管理。對。這個專業是自己選的嗎？我當時想學設計，但是設計對法國的法語要求就比較高。那個時候去的時候，我是法語一點都不會，我突擊的用了半年時間學的法語，然後日常的去交流，口語還不錯。但是我對詞彙和語法的掌控就差一點。但是這次你看我去巴黎，他們說你怎麼說話都沒口音，但你說生活時間久，可是我的法語水平就不行，因為語法沒有經過這種常年的強化。後來我就去報了，我先學這個設計班，實在跟不上，我自己畫畫底子又不好。是平面設計、服裝設計。對，因為當時每天看法國人，我就覺得，如果能把中國的傳統的中山裝的設計理念，還有中國的一些色彩東西帶到法國的這種時裝的設計裡面，我覺得肯定是一個趨勢。你看到後來，你這個理念還挺前沿的。對，你看到後來從2000後的Giorgio Armani的設計，都融入了很多中式元素在裡面，包括。以Giorgio Armani為主，我覺得你看它裡面那些剪裁，包括一些立領的這種中山裝的這種設計，面料都是取自於亞洲很多的這種。可是我還半途而廢了。那時候我媽2000年開了俏江南，我覺得那我還不如就好好學一學酒店管理跟餐飲服務行業有關的，所以從那開始就一直在學酒店管理。你會覺得有遺憾嗎？說當時如果堅持，說現在也許是一個時尚品牌的設計師。沒啥遺憾，我想幸虧當時我沒學那個。對。後來發現你，對，當時可感嘆飲。你現在還能想起來你在法國學的這個酒店管理，他教的東西有什麼特別的嗎？能應用到現在你的這個餐飲的管理中嗎？其實我覺得法國上學和一些北美的傳統的這些知名大學又不太一樣，它更多的是，你看巴黎大學都沒有一個完整的校區，它都是分布在巴黎的街道中的，比如這是1大、2大、3大、5大，你找不到一個像樣的。我們所謂的當時想象的大學裡面的園區啊、操場、踢球的地方沒有，它都是分散在各個城市的角落裡面。你從這個大學走到那個大學的時候，其實你更多觀察的是這個城市的人文文化和它的這種潛移默化在你思想裡邊這個文化的影響。我覺得在巴黎學習更多的對你的這種價值觀、審美，包括看待事情的
角度啊就不太一样。每天你路过的这些橱窗，其實都是一堂課。你走過這個老佛爺，他大概每2週就換一次的櫥窗，冬天、秋天、夏天都跟一幅畫一樣，在櫥窗裡面。路易威登到現在，你看他一直都是在一個建築裡面做不同的改變，比如外面他又包了一個箱子，裡面又做了一些場景，每個月都有不同的新鮮的東西可以看，包括一些雜誌。最早接觸設計，我是看的這個 Wallpaper 的這個雜誌，我都是到回國的時候，我都一直保持着續訂這些雜誌的這麼一個習慣。對。所以在法國上學更多的是外部因素給你的影響很多。雖然你可能沒有真正的做設計這個行業，但是其實你還是挺關注藝術、文化、時尚這個領域。可能也是因為巴黎這個城市的，這個城市對天然的每一天，他的每一個人。我記得第一次我接觸時尚，讓我很震撼的是我在尼斯剛到南法的时候看的那個 Zara， 我說怎麼世界上它有那麼好看的西服啊？那小領西服4個扣的，那是流行那個的，那版型皮鞋就太好看了。我這次去尼斯，我特意去你家店看看，一點沒變樣，還那樣，生意還是非常好。所以包括我這次也去巴黎的一些地方重新走一走，我說這品牌怎麼還在這兒？誰買？20年前就在這兒，現在還在這兒。沒有什麼太多的這些變化，可是它裡面的款式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我有時候想，我回我以前的那個住的地兒看看，溜达溜達，我都找不着我小時候北京住的哪兒了，都拆沒了。可能我小學白小現在沒變樣，很難再找到小時候兒童的記憶了。反正在歐洲，你現在去的地方，幾十年前什麼樣，它不會有大的改變。對，中國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它的品牌不會說大的改變。我覺得咱們這邊就是說，你看北京內城和內保護得還非常好，還有這個意識，而且近年來對這種城市的保護、歷史文化保護是越來越強調了。我一直覺得，就像我們可能從事的是傳統服務行業，包括是餐飲行業，我一直覺得一種創新不是徹底的去顛覆一些東西，或者是徹底的毀滅一些東西，而是在一些原有基礎上做一些提升，在文化基礎上、建築的基礎上，在比如說繪畫的基礎上、服裝的領域基礎上，給它做一些提升，而不是說我今天創業，我要去徹底的去把你這事兒給你以前的东西給它毀滅了，我在我基礎上創造一個全新的消費場景，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我發現你其實是一個挺傳統的人。我覺得我是一個追尋一個商業邏輯的人。商業邏輯的本質就是要有利潤，是吧？如果說你做一件事情，既沒有改變人的場景，也沒有給這個社會做成太多貢獻，又沒利潤，你說這不是一個商業邏輯？老是靠融資、靠這個估值去存活，反正在我的邏輯裡面，這個不是我擅長能幹的事兒。對，所以其實是巴黎的那段經歷，可能在審美上、在創新上給了你很多激發和靈感。我不能說審美吧，每個人審美不一樣，可能就是在看待事情的邏輯上面可能不太一樣。你看我這次再去，都沒有選擇坐車走着，看看我以前生活的地方發生什麼樣的變化。那如果說它沒有，比如這品牌還存在，我就在想它為什麼這麼多年還能再繼續存活下去？是外界因素沒有給他太多的這種壓力，還是他自己內部發生了一些改變，還是說他的成本控制得好，還是他營銷做得好？比如這次我就去老佛爺去一圈，轉了一圈，又去巴黎傳統的一個叫崩馬賽的一個市场也去轉了轉，在塞納河左岸溜達了一大圈，左岸的咖啡店那些品牌還沒變。包括我們住的酒店的前台康斯也是那個人還在那兒幹，我認識他的時候才30多歲，現在快60了，哎，做得特別好。但他在這個城市的地位，他對這個城市的餐廳的了解的程度是非常受尊敬的，很了解的。所以挖掘他這種每個城市不一樣吧，但我覺得北京從歷史文化角度上來講，從我們的建築角度來講，是可以媲美一些歐洲的這些傳統城市的。对，我跟你說這個很重要，因為像很多發達國家和這些城市，你感覺到它的時間好像凝住了。我10年前是什麼樣，10年後你再回到那個店，那個人都還在。但是作為消費者來說，其實心裡挺幸福的，你就會覺得說我回來之後，我還找到你，我還吃我當時的那碗麵，會帶給他一個記憶和故事感。沒錯，對，這個也是你現在想做的事情，就是讓顧客走進來的時候。所以你看我們在做麻六記的時候，我是堅持在菜品上面不做任何融合菜。为什麼？因為很多人都在想要做創新、做融合。
你看什麼地方做融合菜做多？加拿大以澳洲为主 ，fusion 这种菜就是从澳洲起来的，摆盘很漂亮，花花草草、海鮮。它为什麼要做 fusion 菜？因為它沒有菜系。你想想什麼叫澳洲菜系？是什麼？澳洲和牛可能是，你只能想到食材。加拿大它有什麼菜系？所以它是自己融合起來。你看我這次回到法國去，我問法國又掀起了一股什麼傳統法餐的這種風潮。我這次去了幾家餐廳，他們中間是做了一些融合的東西。現在我發現越來越回歸傳統，因為法餐這個菜系的本質它是有歷史和文化沉澱的，就像我們川菜一樣，中國八大菜系它本身它就是有歷史文化的沉澱，口味就百菜百味。你幹嘛非得把這個東西給它改了？你可以在裡邊挑選適合年輕人口味的菜，而沒有必要去把一個魚香肉絲給它從魚香口味給它變成胡辣口味的。我覺得這個沒有必要，因為我們本身餐飲的沉澱已經非常多了。對，因為有時候大家點魚香肉絲，我就是要吃我小時候那個。你可以給它做得漂亮點，給它一些360度的就餐體驗，音樂、燈光、環境設計，包括到擺盤。可是我覺得改變菜本身的味道，我覺得沒有必要。是，如果在西餐領域上面做一些融合是挺好的。但是對於我來講，我是一個比較喜歡傳統文化的人，所以你看我們這次就提出來，用古法川菜，用新的國潮風的設計，來烘托出我們這種傳統川菜的口味來，去給年輕的消費者提供更多的就餐選擇。所以你看我們每次換菜單，並不是說把原有的菜給它改良了，而是再重新在川菜的菜譜裡面，在川渝的這種胡同裡面去挖掘一些更接地氣兒的菜，給它用好的器皿、更漂亮的燈光、更漂亮的環境，烘托出來它的這種沉澱的東西。對，你對川菜的這種堅持，其實是源於蘭姐一開始做俏江南嘛，受到這個影響。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基因裡邊，從1990年，我媽第一家開的叫阿蘭酒家的餐館就是川菜。因為當時我們家門口住的一家小飯館，就是那個老闆就是四川人。後來我媽想創業，想起咱們做川菜，那個老闆就給他介紹了幾個廚師。對設計這塊的理解，可能我姥爺家裡以前是做老美華鞋業的，親戚家裡也有在清華大學的教授。但我媽就自己去四川買了好多竹子，找了一個畫壁畫的一個學生。當時阿蘭酒家就有這種設計氛圍感了，所以當時那個年代很少有人做這個事。對，很多文藝圈的搖滾的歌手，好多這些中央美院畫畫的都到我們這邊阿蘭酒家來吃飯，奠定了後來俏江南的一些設計方面的發展吧，我覺得是。那從90年我們就開始跟四川的這些廚師們有接觸，到2000年開俏江南的時候，我們在陳順全總廚帶領下，完全都是後廚都是成都人。雖然有些文化方面、生活習慣上面的磨合，但是經歷過20年以後，我們就跟一家人一樣了，就跟我們這些人都是一家人了。所以有的時候我去在外邊碰到四川朋友說：“小飛，他是老家。”我說：“你哪人？”他說：“我是成都的。”我說：“我老家是北京朝陽區的。”他說：“那你們怎麼那麼多川菜？因為就我現在提醒你，可以想一想，從一家小店到你現在能想到的大型的連鎖品牌，到火鍋品牌，到川菜的這種店的老闆，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四川人的。你現在想，從咱們海底撈到早期的魚香人家、魚信川菜、梅州東坡，我還都吃過你說的這幾個小龍坎、大龍燚、楊記龍府，沒有一個不是四川人的。因為四川這種川渝文化作為外來的這些是需要一些時間去培養的，四川人也挺有個性的。那為什麼我們這次麻辣雞又做川菜？是當時跟我母親創業那波人，管理者，我們這幫人全是北京人，就我、安總、洋洋都是北京朝陽的。安總是海淀的，還得自己到北京朝陽。對，他們安總是海淀的。後來因為洋洋的女兒現在也8.2中，是我校友。但我們的廚師長李平那個時候是23歲加入的俏江南，從國貿店的這個副廚幹到國貿店的總廚，後來幹到整個集團的行政總廚。等於我再把他們找回來，大家跟一家人一樣，還是非常有默契的。很多当時我們中間大概幾年不是沒有做餐飲嘛，大家都散到了全國各地創業，也都挺成功的。還是圍繞老本行，還是做餐飲，也開了幾家店。但是大家都很懷念當年是有這個品牌有平台的年代，所以在口罩期間，我們
一組織一設計這品牌，大家又全回来了。所以現在對我們來講，開店是一點壓力都沒有，因為都是原班人馬，在最大部分人想繼續等着再回到我們這个平台裡面來。但是原班人馬，因為現在在創業的人不一樣了，你的環境不一樣了，思想也不一樣了，所以他的手藝在，但是我們現在的表現方式、經營方式全都不一樣，所以還是一個挺好的一個結合。當時從加拿大回國，2004年，對，那個時候應該算是喬江南一個比較鼎盛的時期。我覺得喬江南最鼎盛的時期，從當時在創業最鼎盛時期，08、09年、04年回來以後，因為我沒有什麼太多在餐飲的實操經驗，但是我做了一些我擅長的事兒，比如說統一了公司的 VI 和 CI， 就是整個的商標、標識、顏色、菜單、工服、盤子、碗，那時候大家沒有這種連鎖化管理的這種想法。你這個理念是從加拿大和法國學習帶回來的嗎？對，那你這是最基本的，你看，你這是最基本的做企業的一個你的品牌的認知度，幫着企業申請下來的中國馳名商標，因為有馳名商標以後，就仿冒的就少了。還有一個做的一個很大的一件事，就是在2004年的12月份，我們就建立了喬江南的 CRM 系統。就是 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這套系統，也就是所謂的今天的大數據。我就說大數據這東西，它不就是把 CRM 系統給放大了嗎？可是 CRM 系統當時國內就沒人做，也沒有什麼甲骨文、Microsoft、IBM 沒有這種系統。你自主開發？我們跟一家日本專門做消費卡的，借鑑的當時君悅酒店的這套積分系統做的。當時我記得做 CRM 做最好的就是集團，還有幾家品牌。他一個小本兒，我記得很清楚，他是撕一頁一頁，你買這個卡5萬塊錢，你可以1年住多少次，吃飯2個人送1個人，但你過生日的時候，他會給你寄什麼禮物，這個對我們的觸動很大。我就沒有給他做成卡撕紙的方式，就做成了一種積分制。那個時候從05年我們就開始積分了，我們用手動錄入到電腦的 Excel 表格。很多人你知道特別有意思，我們店都不會用 Excel 表格的，都是手製的這個紙，還用紙寫的。但是那會兒可能餐飲行業都是這種風格。對，我就給他們植入了用做 Excel 表，財務用 Excel 表 ，CRM 也是用 Excel 的表，加上這套系統，它會有一個提醒的系統，比如今天誰客人又要過生日了，今年是他們的什麼紀念日，所以從05、06年我們已經把這套系統累積了大概100多萬個，當時就算很多了，100多萬個消費者的客戶資料，深耕這些消費者的需求，因為當年包間多，一個店10幾個包間。所以這些消費者的這種需求和他的這種客情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法國上學的時候接觸到了一個世界設計大師叫 Philippe Starck， 他當年可以說是在全世界最有名的設計師，沒有之一。精品酒店 Boutique Hotel 這個詞就是他跟當年一個叫 Ian Schrager 的人發明的。第一家精品酒店也是他們1986年在紐約設計的，把酒店植入了這種現代的就所謂現在餐廳的這種時尚的風格。以前酒店大家想都很商務，所以包括後來他自己又做了很多精品酒店的品牌，也做了很多的商業的設計。Alessi 早期的那些小擺件、榨汁機，後來到設計這個家具，咱們日常最普遍用的杜拉維特的潔具，到這個漢斯格雅的潔具，又開始設計了彪馬的鞋，又設計大樓，所以他是一個這種全才。但是最有名的還是設計這種商業空間。那我在05年的時候給他發了個 email， 我說我想在北京做一個有國際性設計代表的這樣一個空間，裡邊有畫廊、有酒吧、有這個餐廳，通過燈光的設計、音樂，打造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消費空間。然後他就給我回了個 email， 大概1個月以後就從巴黎來北京了。我們那個時候就開始籌備了朗會所，一個6000平米的商業消費綜合空間。2006年的10月16號開業，當時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轟動，基本上在國內做設計的、做餐飲的人都來看。通過2年的培育，我們有了大概50%以上的國外的消費者。那奧運會的時候，有一些國外的這些領導人就知道我們這兒，後來就提到了，結果當時的北京市政府的領導就到我們這邊來考察視察。說這地兒還挺不錯，就把我們這地兒給指定為這個奧運的官方接待場所了。那時候我記得奧運會那幾個禮拜，每天我在店裡接觸各式各樣的國家領導人，各式各樣的
體育明星，包括什麼貝克姆這些的，還有一些好萊塢的一些大腕兒，也就是沒有微信，要有微信全留下來了。現在還聯繫嗎？這些人早沒了，電話號碼都沒了。那時候基本上大概我都躲，你知道吧？老給我打電話，一到飯點，Danny， 那時候我就給自己起一名叫 Danny， 我的名字叫邵飛，汪小飞，他們老给我发现叫 Sophie， 我说我不叫 Sophie。正好当时我看那電影，有一個人叫 Danny， 我說你可以管我叫 Danny 吧。這是發不出這音來，你知道嗎？我那想 Danny 肯定比那個 Sophie 好聽啊。你加拿大沒有英文名是吧？一直沒有英文名，我現在的兒女也沒有英文名。所以那個時候是真正的往來無百定。對，後來接觸了這些人，那同時我們也中標了奧運官方的餐飲服務了7個場館的運動員，這個運動員的餐去參加比賽的，包括觀眾的，是由我們俏江南來提供服務的。對，做這種奧運的項目估計也不掙錢。你通過這些零售肯定是不掙錢，但是從中是為今天的麻六記鋪墊了很多東西，比如供應鏈，包括團隊的這種培訓，對供應鏈的這種意識。當時做這個行業的，記得跟我們一起配合都是法國的索迪斯，他們是早就有這種配送大型的，比如說會議、醫院、學校，在國外做得都很好的這類的品牌。那我們作為中餐的其中一品牌，確實是有很大的一個提升。2008年奧運會，當時籃球賽事的運動員那些的餐飲都是我們供的。這個事情完了以後，打開了一些國際的影響力。那我們也在印尼，在咱們中國香港、日本，還有美國也陸續開了店。奧運會完了以後，我們下一個大型的活動就是世博會，因為基於奧運會的這個服務經驗，我們在世博會破天荒有4個店，一個是在中國館的正對面俏江南的旗艦店，另外3個是由我們做了一個俏江南咖啡、俏江南的小吃 bistro， 還有一個甜品店。因為你不能一個類型同時去中標4個店。那在世博會服務完了以後，对整體的公司的這種開發新品類服務的這種模式又做了一個很大的提升。在奧運會那個時期和世界名流集中在那一段時間裡頻繁的交流，那個時候你作為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當時的心態是怎麼樣的？我27歲在那邊開始就是做這個店，當時很難的一件事就是找不着人，就是你沒有這方面的經理去操這個盤，所以我就只能是我自己來。我從新加坡挖了一個法國老外，我記得那時候他在新加坡君悅酒店，我去那吃飯去，把他就給挖来了。我倆，他搞培訓，我就搞音樂燈光。你是藝術指導。我那廚師長又是個問題，他做那個菜，他認為的擺盤就是要上那蘿蔔花，這傳統就是雕塑蘿蔔花。我說餐飲的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你所有上菜的裡邊的東西都得能吃，它是以这種裝置類型為主的，就傳統的擺盤的基礎上，我覺得這個跟廚藝沒關係了。咱不說法餐好，但是你看我在巴黎上學那會兒，最起碼我看到我廚師長的擺盤用的這些東西很漂亮，都是能吃的，花花草草的這些東西。那我那時候跟那傳統的廚師講，他怎麼也弄不出來，他無法理解哈。所以我就去香港，去新加坡，給他拍照片，買了很多這些美食的書，一字一句的我挑上的好的菜，一字一句的給它翻譯成中文食材，告訴他們怎麼做，把這些擺盤藝術融入到這個菜品裡面去，大概花了2年的時間吧。奧運會之前，我們整個一套擺盤的系統，這套對食品菜品的理解，到按位上菜已經非常嫻熟了。比如說我們的宫保龍井大明蝦、大蝦球，那有什麼新鮮的？擺盤很漂亮，我就讓他們煮點龙井茶，然後放在一個香水瓶裡面，熬得特別濃的茶葉的茶精華。上完菜以後，啪啪給那老外一噴，喲，那看的都看懵了。然后吃起來就有一種淡淡的茶香味儿。那是2008年，我就要求到我們店裡就餐的客人不能穿拖鞋，不能穿背心兒，男士盡量不要穿短褲，也要看哪種短褲。如果你沒帶鞋，我都上 Zara 上買好的一套。如果你短褲不好，我从38的到这个50的都给您备好了，您換。那個時候客人都特別的遵守這種就餐的禮儀的程序，所以從08年我們就已經按照黑珍珠、米其林的消費方式去經營蘭火所這家店了。比如說座位怎麼擺，誰跟誰，那會兒很多熟悉的客人
他每天晚上定位的消息我都知道。我每天到5点给他们開例會的時候，就是要告訴大家今天晚上誰來吃飯，他喜歡吃什麼，那個人也來吃，那是他的朋友，可能他們的包間要離得近一點，離得遠一點，這才是每天開例會要做的這些事兒。到10年我們又做了這個世博會，那個年代可能是一個挺大的提升。像你說的，因為我剛才聽起來也很不錯，這個龍井蝦仁噴點龍井茶，為什麼叫龍井蝦仁？你必須跟龍井有關係。對，這菜單後來保留下來了嗎？又用到後面的麻六記嗎？沒有因為麻六記現在我們更追求的是一種花最少的錢能享受到相应匹配的菜品跟服務，不是說最好的菜品跟服務，這我不敢講，因為我也做不出来80塊錢人均消費，我搞不出來這麼大龍井蝦仁。但是我們現在換的宮保蝦球也是用的是很好的食材，所以現在我倒過來在做，我現在更想去做服務中國老百姓的事。這種美的東西、好的東西，確實是有意思。但是我感覺現在做一些零售，怎麼能把我的產品通過現在的平台渠道，能讓老百姓都能吃到？比如說我工資一個月3000塊錢的，或工資一個月3萬塊錢的，都能吃着一碗麻六記的酸辣粉，我們的重慶小麵，現在是我們這一個階段在創業所考慮的事情。你這個理念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就是從高端餐飲轉向這種大眾餐飲。2020年的7月，那個時候我在台北待了大半年沒回來，就是第一次又離開家那麼久，離開北京。對，我從有了汪月兒開始，沒有離開過他超過5天4夜。那你說突然讓我一下太接受不了，但是又想着，我感覺現在的消費模式發生變化了。再這樣耗下去，就拿什麼養孩子，是吧？正是要拼事業的時候，所以在那邊我就開始從5月份着手，6月份着手策劃這個商業模式，和現在的我們的合夥人就是安東、洋洋，我們就打電話，李平我召集回來，到9月份裝修，12月10號開業，就這樣一個過程。餐飲零售化這個時候是什麼時候有的想法？是2011年。2011年。對。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品牌了，我想再開店，多開一個店可能就是一個風險，因為那個時候的供應鏈也好，包括管理上也好，還不像現在有那麼多的工具。我就提出來要少開店，要做產品了，開始要，因為這樣才能把我們的品牌的賦能去發揮出去。那個時候我們就開始做了喬南的辣醬，3款調味料，宮保雞丁的調味料汁兒，魚香肉絲、水煮牛肉的，還有火鍋底料，对，鋪了大概2萬多個商超、便利店，直到後來我母親不做這品牌，這件事就過去了。但我心裡一直就在想，要把我們的這種影響力覆蓋到產品上面，而不是開店。你一家店一天到頭了，我們這家店300平米店，你能接待1000個客人，到頭了啊！我就說最好的生意，300平米一家店。那都服務員恨不得擦桌子都得冒火了，都得那很累了。但是你要是通過平台往外賣的話，一天能賣100萬單。所以為什麼不把這個事情給它擴大呢？但是其實你在又再次創業，從2020年做麻六記之前是在台灣做酒店業。那當時為什麼會想說我還是回歸到餐飲業？幹得不好唄，酒店最做得不好，不是我強項，團隊是全新的。在台灣的文化，其實這麼多年我也沒有說完全的這個太融入進去，因為我不愛出門，就是每天在家待着。但我夢想就是跟菲利普斯開一個菲利普斯的酒店，但是我發現我們的基因還是在做餐飲。酒店後來也沒有說開成連鎖，它投入也比較大，產比較重。那你看回來，我們這幾個人一開，這5年不到，馬上就起來了。5家直營店，200多家加盟店，到我們的零售產品馬上就起來了。所以我一直堅信的就是一個長期主義的這個精神。你是做什麼的，就把這件事情好好做好，一直做下去，在大浪淘沙中，去改變、創新、組織創新、經營模式的創新，但是守住這個老本行。那其實對你們當初創立之初挑戰還是挺大的。還行，因為我一直強調穩健，當時也見了一些投資人，因為他們看我們在做餐飲比較感興趣。很多投資人第一個問題就是問我，你未來幾年準備開幾百家店？我說我100家都開不了。我說我先把這10家店幹好了吧。我現在才4家店，我再幹到10家店，保證每家店都盈利，穩扎穩打。可能也錯過了一些投資機會，因為他們當時有些人更看重的是那種火鍋的投資，做供應鏈，通過
底料去大範圍的複製，去做一些過千店的這種連鎖。可是我覺得我們麻六記這個基因，就麻六記現在這個品牌不具備那種基因，川菜還必須得靠人炒，它是有一些情感煙火气在裡面。就像他們有时候老跟我说，你看有的店今天怎麼那個味道跟那家店有點不一樣了。以前大家會覺得這是一壞事兒，現在覺得這是一好事兒。對，我說那可能今天我這廚師是不是他們家他孩子跟他搗亂了，心情不好，他可能多放點鹽，可能是。我現在是允許我們的廚師在口味上面有一點不一樣，這才是食品它存在本身的藝術價值。如果你每天吃的東西，那為什麼今天我們要想換着法儿的去吃不同的口味的東西？你覺得每天單一無味的吃一樣東西，不是沒意思嗎？你今天去麻六记，你能吃出跟这個廚師他今天的心情和他的這種生活的狀態，這都能從他的炒菜裡邊能感受出來的。有些人炒菜他就是不用心，他就是你怎麼吃都吃不出那个層次感來。為什麼？他可能中間幾個環節就沒有了。同樣一道菜，為什麼你吃它的菜好吃？因為他在用心在烹飪，所以你在吃飯的過程中其實也是能感受到這個廚師他的心態的過程。就像你買一輛德國車跟買一輛英國車一樣，德國車是漂亮，它所有的線都是從頭到尾都筆直的，你進去到這車裡面就有一種機械感，它的那種造感工業感。但你看一個英國車在這塊歪了縫着又縫回去了，你就能感受到它背後在制作工匠的它這種手工的工匠精神。你覺得麻六记現在算是實現了你自己對於想做一個餐飲所有的想法嗎？不管是從創意上、理念上、經營上，你覺得這是可以代表我汪小菲對餐飲的一個投入的一個品牌？我覺得基本上，但是還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間。比如說我們菜單的設計上面，當大家都在提化繁為簡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就叫化簡為繁。過去大家有一種誤區，上菜就得是快，吃的就得要上菜快，口味必須都得一樣。那我要保證我口味一樣，我要怎麼做？你要怎麼才做口味一樣？怎麼才能給它做成標準化？在我看來，我覺得應該是現在要把這種標準化給改成繁瑣的東西，就是讓客人在吃飯的過程中能多停留一會兒。因為吃飯不光是改成繁瑣的是哪一個環節？比如說在擺盤上面、菜品的選擇上面，讓手藝的菜要多一點。因為我們背後有那麼多的廚師，我不需要給他們全標準化了，那他們手藝怎麼去發揮出來呢？選擇一些加工工序多一點的菜。你看你吃個法餐，4道菜都能吃3小時，咱中餐點一桌菜10幾個菜，1小時吃完了，我覺得這是不對的。你上菜的順序，你中間吃飯的過程，享受它的，或者哪怕你不喝酒，喝點好的飲料，大家聊聊天。我們吃飯的目的是什麼？出來吃飯是為了填飽肚子解饞，還是為了一個場景，見到多年沒見的朋友，還有加深跟家庭之間的這種交流，同事之間的聚會，這都是需要時間來沉澱下來的。如果你去這兒哥幾個好久沒見了，1小時全吃完了，一抹嘴走了，這個我覺得不是我們想要做餐廳的，做麻六記餐廳的這個想法。所以我現在每天都跟他們說，我說你們一定要從圓周裡面跳出來，在別人都在化繁為簡的時候，我們要化簡為繁。餐廳的設計要更加用心，擺盤要更漂亮，燈光音樂的選擇要更加的貼近蘭會所的當年的標準，但你賣的價格只能是蘭會所的1/5，甚至1/10，讓更多的人能通過一頓飯感受到一個綜合的體驗感。那他們說，那你這個地方一漂亮，那客人吃飯他就這事舒服，他不走了怎麼辦？我說他不走了不挺好嗎？他不走證明他喜歡你這兒，那翻台翻不來。我說你現在去看看，禮拜1到禮拜3有多少家店真正門口能翻6台的？那你還不如把這翻4台的客人，翻3、4台的客人給他服務好，來增加他的消費頻率。我說並不能說你讓客人翻台，你就把這椅子給他故意做成這個大鐵椅子，環境也不重視的，這是不对的一種思維方式。不是說連鎖餐飲就不能提供情緒價值
所以其實也是消費者可能現在的需求，他除了吃一個好吃的以外，他也更注重環境的體驗和一個情緒價值。因為現在創業者跟當年我母親做槍南那波創業者又不一樣了，那個時候就那幾個品牌，對，你沒什麼可選的。現在是街邊小館新出的連鎖的這種，咱就說什麼雲貴川 Bistro 也好，到江西菜又火了，它並不是火的一個菜系，它火的是一種生活的方式。那整個的我們虽然做餐饮有經驗，但是年輕人的想法，他們的設計感，他們接觸像刚才咱们說的，接觸这些 APP 也好，接觸電子的這些讀物也好，更多了。我們絕對是不能被這個時代淘汰的，我們還是發揮自己的優勢。我們的優勢在哪兒？在於我們對審美、對這個菜品的把控、對設計的這種把握是我們的優勢。你不能說把自己的優勢完全給撇扔了，全搞翻圖，沒有原創，去跟他們去血拼去，那就陷入一種誤區了。每一個品牌，每一個人的背後，他都是有自己的這個特點的，一定要把控住自己的這個特點，不跟別人競爭，把自己做好啊，总會有一些消費者去對你去買單去認可的。你會覺得現在做餐飲業比你那個時候剛回國做巧匠南、做蘭會所更難嗎？難太多了。對，第一，你的整個的成本、利潤、費用都不一樣了；第二，市面上選擇也特別多，大家消費的時候也更加理性了。做餐飲看似入行門檻低，成功率還是很低的。我也勸各位想要謹慎入行，謹慎參與啊。你有感覺到這幾年餐飲行業整個內卷非常嚴重嗎？其實我覺得內卷嚴重的原因是供給量過大，導致大家都在關注一件事，關注怎麼去節省成本，怎麼去生存下來，而忘記了經營的本質啊。也就是說，所有人都在是靠成本來提升利潤，而忽略了做營收啊。營收是考驗管理者他的經營的這方面的定位，包括你的整個產品的這種設計。所以我覺得在商業邏輯裡面，更多的還是要加強練內功。我舉個例子，以前你買一個西裝，最早買皮爾卡丹的是吧，80幾年，到後來買登喜路的，它裡面的蚕絲的質感它賣9000塊錢。但現在由於供給量太多，信息太多，同樣一個款式的西裝它能賣到900塊錢，但它裡面成分發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你放900塊錢的時候，突然有人給幹出90塊錢來了，這件衣服大家都在卷價格，但卷價格的裡面的本質就是削減了大部分的成本，看似一樣，但是大家拿到手裡的是更加劣質的東西。但就像餐飲業現在也是一樣的道理。對，因為大家現在出去吃飯，可能第一件事兒，我先搜搜各種券兒，各個平台先團個券兒。包括我前2天都看到說，很多餐廳甚至39.8塊帶100，其實它有點像變相降價了。你會被這種價格戰影響？對，你打卡好不好看？我們麻油雞的毛血旺就88一份，但我們用的毛肚是那種大片的黑毛肚，你知道大片黑毛肚是很貴的，包括用的這個肥肠裡面還有鱔魚，也都很貴，但只能賣88，因為別人可能在賣68，也賣98，但是它裡邊的食材是不一樣的。中間我們為了節省成本換成過毛肚絲兒，就換成絲兒的毛肚，後來讓我又重新給換回去了。我說你要保持這個，要不然咱就別做，咱要做咱就做好。所以那道菜我們的利潤率是比較低的，但是通過這道菜可以拉動消費者的复购率，它的頻次，那靠其他的一些菜，它不可能一個別的菜也不點，把主要這幾個做好。但是你會發現，現在的營收的利潤不是來自於單一客單價了，因為以前的房租還有人工的這個工資，相當於現在的大概不用說1/10了，1/5是有了。員工可能最低的時候1/10是有了，但是員工的工資你還沒算他的吃住、員工的福利，那都跟以前不能同日而語了。關注菜品的毛利這件事是不對的，因為它最大的成本是來自於周邊的這些成本，要提升這些，比如員工的效率、房租的平效才是最重要的。那要做到什么？叫做翻台率。那大家為什麼到你這兒來翻台？而且保持長久的翻台率，肯定是在產品本身下功夫。我舉個例子，我們國貿店開業已經5年了，將近每天大部分都是在能做到5到6台
的翻台率。證明是什麼？那我也沒說今天把環境給改了，或者還是菜本身它的 CP 值、口味儿，還是值得那些老的消費者回来不斷的去消費的。所以還是產品本身最重要。但如果你太過注於摳这個成本，我要把这个毛血旺的成本我就给它幹成30%，那你慢慢流失這些客人，你的房租的成本你不考慮嗎？水電費、員工這都是成本。所以你把營收做起來以後，就能 cover 掉很多這些外部的變動費用，把它的比例降低，到最後你的淨利潤不就能上來了嗎？所以我們現在不是特別強調，每天在跟我們處長開會的時候，對於我們企業的菜品的毛利不是我們第一追求的，我們追求的是最終的淨利。我其實很想知道麻六記這個名字當時是您起的嗎？當時在台北，我一個台灣的朋友，他做了很多茶飲料的店，但是他想跟我一起做這麻六記，他就跟我說現在要開小店。我後來想了想，在咱們中國台灣，我看看一個小品牌做餛飩的，比如叫八方雲集，他能開400多家店在台北，那在台灣就是小店。一個奶茶店的坪效都特別高，他說以後中國大陸也是這樣，你的房租人工肯定都上來，一定要開小店，做翻台，然後多品牌戰略。我倆就當時想做這麻六記的店，所以當時是想說在台灣做個小店。對，就找了一些台灣的小夥伴起名字，畫這個麒麟的 logo 都是我倆，他的團隊幫着我，按照我的意志我們自己畫出來的。麻六記這名字也是我們這幾個人頭腦風暴寫個100個名字，不行再寫100名字。我就看這個麻六記這名字挺好的，因為它跟這個川菜不光是辣的，它有麻的味道，溜上口，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是一種對，沒什麼特別意思。麻六記挺好聽，就是666的意思。對，我們就給它又延展開來，7滋8味兒，川菜就7滋8味兒，百菜百味兒，7滋8味兒麻六記，再延展開來，慢慢的麻六記這個品牌就延展開了。其實當時覺得這挺有意思，這個上口，年輕人能記得住，然後再不斷的進行品牌的剖析，都是在我們台北幾個人弄出來的。然後跟大陸這邊開電話會議，所以我當時去廈門的時候就帶着麻六記的這一套 VICI 回來的。所以怎麼從一個本來想在台灣做小店變成了回大陸開餐廳？我覺得這邊市場大，在一個團隊都在，那個時候也辦不過去廚師，材料都沒有，所以還是選擇回北京創業。而且我這人，我一直覺得是最傳統的東西其實才是最時尚的啊，時尚並不代表是流行，這是兩碼事兒，它本身代表的是一種價值觀的輸出，是一個背後這個創始人他的審美價值觀的一個輸出。所以我是一個特別喜歡中式傳統設計的這麼一個人。咱們中國上下5000年的歷史也沒有拘泥於只有明宋時期的那種簡約生活的感覺，也有南北朝唐代那種大開大放的這種東西。我覺得餐飲像我們做年輕這個東西更適合一個熱鬧的場景。所以你看我們第一家國貿店就做的色彩用的祥雲，搭配着我們這個麒麟，就很國潮風。大家會覺得這東西會不會太商務了，會不會大家不敢往裡進？我不會，你通過材質的改變，通過一些燈光的應用，就把它這種傳統給變得特別時尚跟現代了。所以我們麻六記的設計也不斷的去提升。走過這麼多年來，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國潮風，回歸我們中華傳統文化的這種設計的體現跟理念，再做一個2.0的國潮風的升級版本。我發現從俏江南蘭會所到麻六記，其實你對這個設計理念的還是挺堅持的。現在我覺得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審美的理解，來去讓大眾也能接受的審美，這才是最好的。以前大家都說，你看我這人是完美主義啊，其實那只是你自己的完美主義，你自己覺得你這個東西是特完美的，別人並不一定覺着。就像有時候你覺得你自己做這件事是對的，但別人覺得他看來這事就是不對的。每個人生活背景不一樣，他口味不一樣，他的生活背景、他的閱歷、他的審美，他跟你就是不一樣的。你不能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別人的身上。我所謂審美也好，口味也好，認知也好，所以在我心目中沒有一個什麼是我認為是完美的事兒。尤其是你開門做生意，就你的東西既能在你的認知軌道上沒有跑偏，還能
得到很多大众的認可。我覺得這件事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成功的商業模式。所以過去在做蘭會所的時候，我們覺得這事太完美了，做得很漂亮，那就是有人不喜歡。所以你看，你把畫吊在上面，用了很多西式的東西，你非得強加於他身上，他不認可。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想做的事就是能用我們的這個團隊，用我們的過去的經驗，讓更多的消費者，更多的人能走进就麻六記的这个大門來，能接受我們的產品。那現在如果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會說我還是堅持我自己？不同看法是您指哪類的？就比如說在餐廳的設計上，或者是那個菜品，或者是跟麻六記有關的事情上。因為我們現在做的這些產品大部分都是比較大眾的，包括你看現在做的設計各方面，並不是說每家店都不一樣，都是要出類拔萃的，基本上所有人都能接受。菜品你接受不了魚香肉絲，你可以點宮保雞丁，是吧？你吃不了太辣的，我們有不辣的菜，我還特意做了3鮮鍋巴，沒想到還賣得特別好。有的時候你往往能想的，我做這道菜那麼辣，肯定在銷量應該上來，又接地氣兒，反而消費者他不買單。我舉個例子，你到西安，你肯定想吃肉夾饃和羊肉泡馍，到那兒肯定要吃，每天恨不得每天都想吃，你就會跟那西安老闆說，你看到北京來開一家多好，真好吃。等到北京來開，你還吃嗎？對吧？你也不吃了，因為它整個的這種場景跟環境，就影響你到這地兒要吃地道美食。就像我們到成都去一些街邊小館、餐館，我說這個菜太好吃了，我裡邊那血，比如有一些豬腦做在一些當地內臟做的食材，我說你看這多正宗，拿回北京菜單來，他就是不買單。所以我們要把大眾能認知的這些菜做好，比如說我們的回鍋肉，我們的辣子雞，堅持用的是雞中翅，並不是說用雞腿肉就是好的，辣子雞一定要用雞翅的那段，它得有香氣，比如毛血旺。這種大眾能認知範圍的菜給它做好，你看我們點擊率前10名的還是這類菜。那麻六記這5年，你覺得有說到哪一年或者哪一刻或者某一個事件讓你覺得這事兒好像成了，我這個品牌好像立住了，大眾接受了？我倒沒覺得，我現在也沒覺得，因為經歷過這一輪的餐飲的更新迭代，還是要謹慎，步步為營，一定要開一家店就一家店就得盈利。如果他不盈利，那就要比如說換店長，搞一搞這些經營模式方面的一些轉變，再不行要馬上關將。我們現在這50家店都盈利嗎？我們現在開了50家店，現在剩47家，等於這5年的關店率只有3家最後都扛到租約到期了關的。我覺得主要還是跟選擇位置有關係。其實做餐飲的也跟開發房地產一樣，最重要就是地段還是地段，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你的整體的經營模式各方面的還是挺重要的。你現在在開新店還會有這種盈利焦慮？盈利焦慮是沒有，但是你怎麼保持它長期的一個健康的盈利指標，這個是要不斷的去，比如說季度菜單的調整，員工結構的調整，因為你菜單一動就牽扯到你後廚前廳服務人員結構的調整，包括設計的再升級。我剛才來的路上，我登一個平台上面找到了一個漂亮的設計師，就加他微信了。我一會兒跟你採訪完了，我就跟他好好聊聊。現在一些年輕的設計師啊，真的不錯。那現在咱們作為連鎖品牌，其實設計都是相對標準化了，為什麼還要再需要額外的？因為別人在進步。現在你看這些什麼雲貴川 Bistro 那個設計，山野風的，但你不能去追求它，因為我們本身是國潮風起家的。那中間有一些可能跑偏了的店，那我現在馬上給它拉回來。那在這個國潮風的基礎上，你怎麼再提升，是吧？那就要再觀察了，找出一些以前沒提煉出來的點。對，你提的這個雲貴川 Bistro 確實這幾年很火，你有想說，哎，我也做一個類似於這種川菜 Bistro？沒有，因為 Bistro 你就得喝酒，你就需要調酒師。當然，可能也有人不怎麼喝酒的，但是這不是我們強項。你等於吧台多仨人，你的成本就多好多，跟我們現在這種翻台的邏輯不太一樣。但我們會出一個叫小麻六記的品牌，小麻六記已經在設計籌備中了，第一家店會開在石家莊。小麻六記主要是做小吃？不是，就叫小麻六啊，後邊那個記是一個小圓章這樣，它特別的現代，融入了一些金屬、水泥、木格窗、木門的那種現代跟傳統結合的那種碰撞感，
音樂特別的熱鬧，菜的分量更精致了一些，主打的是2位的这种客人，甚至還有在吧台吃飯的一种就餐形式的轉變。菜品拋去了麻六記的一些傳統的川菜，做了一些地方的小的菜系，哪怕你吃一碗面花個10塊錢20塊錢，我都特別歡迎，不用在這點一桌菜，一個人來就餐也是很好就餐體驗。或者晚上你就是想喝一杯，我們可能沒有調酒，但是我們會有做好的調酒，麻六記的調酒放在你可以點，10幾塊錢一瓶，很漂亮，讓大家又能小酌點8+1，吃點小菜，這種小店的模式是一種戰略的差異化嗎？比如說我麻六記是人均100多這個價位，小店可能30-50。我們麻六記其實在北京、上海是人均100出頭，110左右，在石家莊、鄂爾多斯这种好的城市，2线城市都是80-90塊錢。我覺得小麻六記它可能並不一定比麻六記便宜，它不能以便宜來定位，而是又錯開了一種消費場景。麻六記現在就是我們的客人從25歲到上邊不封頂，領域很寬，來消費場景也很寬，有家庭消費的、情侶消費的、同事消費的。那小麻六記可能它的定位的範圍更加的收窄一點，年輕化一些，跟20歲到35歲這群人熱鬧，音樂選擇，菜可能更火辣一點，擺盤更精緻一些，但單品的定價稍微低一點。咱現在麻六記幾乎是不賣酒的，可能會出一些麻六記的調酒，裝好的你可以自己來選擇，是這樣的一個空間。那它的開店速度啊，可開店的區域選擇性的更多了。對，因為麻六記現在基本上都是在1、2城市的地標性的商業綜合體裡，比如以萬象系統為代表的萬象城，好的萬象匯，以大悅城為代表幾個好大悅城。但是小麻六記它可以是生活區的店，有更多的選擇了，那也可以更下沉到一些3、4線城市了，打開了我們麻六記的一個新的定位，新的人群。這也是你的想法？對，這個是我覺得我的想法是跟我們的團隊一起商討出來的。我們公司沒有個人主義。你在麻六記整個經營過程中，蘭姐她的角色是什麼？她參與的多嗎？我們的辦公室，我們母親可能去過2次吧，就她不參與，基本上不參與。有的時候，但是我還是需要她的這些經驗跟團隊溝通的這種方式啊，我就把她拉到群裡來。她比如看見什麼東西，就發給我們一些經營的理念，哪家店裝修成本高了，就把我罵一頓。这怎麼裝成本那麼高？像我那時候開店的時候，那我們就回去掰開揉碎看哪塊能挣錢。因為他們那些創業者对成本的這種控制把控還是比較敏感的。對，你這幾年在經營上有遇到過什麼事兒，請教過他嗎？請教倒沒不多，但是他畢竟是我們前輩創始人，大家都跟他幹過那麼多年，每次聚會我們都在一起，都跟一家人一樣。我們除了工作群，還有一個叫家人群，也是這幾個人。所以這個都跟家人一樣，這種工作氛圍。所以麻六記其實算是你獨立的做的第一個餐飲的品牌。我覺得不是我，是我們這個團隊，大家共同的智慧，共同的這種經驗，分工明確，各自站在各自的崗位角度上面去思考問題，去創造出了一個品牌。我舉個例子，我之前做酒店也不是很成功，我也幹過別的投資。我們的 CEO 最多的時候管過100多家乔小南的店，都是直營店，都是現炒现做的。最多的時候100多家店，有将近7000名員工。那他後來自己在上海也開幾家店，也是很難做起來。我們行政總廚到山西開了4、5家店，也就這樣了。那為什麼大家突然就回來，一下就幹成了？團隊的力量和每一個人的這個經驗和他的長項都不一樣。我們在公司裡邊沒有個人主義，也不崇尚一個人拍板說了算這樣的事兒。如果這件事做不好，大家一起承擔責任。出現任何問題，我們幾個帶頭發錢，帶頭扣工資，一起去改造。像你說的，其實麻六記是因為有了這一批原班人馬的加盟，讓我們現在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成績。其實我們這4個人主要還是在負責開店。我覺得任何一件事情，那現在提到一個新的領域，就是我們的零售。那你也看到我們的酸辣粉，其實我們的零售已經超過了我們線下店的營收，這也是我特別樂於看到這件事兒。因為我們線下店絕對都是要現炒現做的，沒辦法大規模的開到1000家店，這是川菜本身它的特點。
那什麼東西能把企業規模做大？就是用我們線下店作為一個引流，作為體驗中心來去做我們的零售產品。对，這其實有點像電子產品，它有線下的體驗店，其實我們又從線上來買這個產品。對，但是我們的體驗又不一樣，你得吃。很多人覺得零售是零售，餐飲是餐飲，但是恰巧我們把零售和餐飲都給做成了。尤其是當時酸辣粉的爆火，其實是得益於直播帶貨。其實，在酸辣粉之前，我们就已經有很多產品了。我們要做線下店菜品的分析，哪些菜賣得好。先開始做的是酸菜魚、毛血旺、水煮牛肉、宮保雞丁、重慶小面，這些都是在我們消費的排行榜前5名。就是我們的研發邏輯是，麻六記店裡有的東西，我們才去做，因為我們是有品牌的，我不是一個中間商。我不是說你有東西好拿給我換成我牌我就貼標就賣了，不是這麼個邏輯。我們是要通過線下店有一個專業的開發研發的團隊，客人接受了我們才去賣。那如果我今天麻六记賣東北鐵鍋燉那大套裝，那就人家說那你憑什麼賣這個？那我還不在東北買？我本身就不具備這方面的基因。所以你看麻六記線上賣的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店裡賣過的。那酸辣粉是什麼？在店裡它一直排名靠前的一小吃，當時市場的這佔有份額，整個酸辣粉才30多億，我記得。後來我們就找到了一個合作夥伴，我們自己研發的底料。雖然我們是入股了這工廠，但是我沒有自己大範圍的建工廠的原因是，我覺得中國工廠的供應鏈是完全是供大於求的，太多的資源內耗了。那為什麼不把它停滯的供應鏈給用起來，把他們管理工廠的知識、品控的知識給用起來，然後我們出什麼？我們出研發，出品控，出味道，大家一起去合作，就做出了一款独一無二的麻六记口味的湿粉的酸辣粉。因为以前酸辣粉都是便宜干粉的，那湿粉酸辣粉一上市就爆火了，大家想多花幾塊錢吃到不同的口感，更加有意思，就更加有味道的不同口感的這酸辣粉。所以你覺得可能直播帶貨只是一種形式，它之所以爆火還是源於它本身？我覺得對於我們這種傳統行業來講，互聯網是一個工具，是一個平台。作為一個企業，它永遠有4個定位，一個就是產品 product price 你的定價，第3個是 promotion 你的促銷，這是互聯網可以給我們提供的便利。第4個叫 place 就你在哪兒賣，你的營銷渠道，這也是互聯網幫我們解決的。所以它只能解決2件事，它不能說因為我有一個特別強大互聯網品牌就把我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最終的還是你的產品還有定價，也就是你整個的這種產品的定位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咱們的一個工具，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個什麼事兒都是以它為商業本質的核心了。餐飲的核心還是菜品和服務，食品的核心還是在於味道和它的渠道，是吧？你能不能觸手可得？像康師傅統一，為什麼它能一直這麼多年保持一個零售巨無霸的地位？因為它今天我想吃這東西，我不用上網下單，我出到門口的便利店，我在一個農村裡邊，我一伸手就能摸它的產品，這也是一種這個渠道的沉澱。所以我覺得互聯網是我們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工具，它幫助我們在線上節省了很多內耗的價格。比如說我要撲到這個商超便利店要條碼費，經銷商的費用要增加好幾塊錢。相反我在網上下單，你今天下單可能後天才能到，我現在就想吃，所以超市便利店也有它存在的價值，對吧？所以我覺得不衝突，也不要說誰不好誰好，或者說我非要把誰給幹掉，我把誰給顛覆了，我才能活。不是，我覺得這個世界都是一個共存的空間，就跟我們人與人60多億，現在都快80億人了吧，這人與人之間的共存也好，人與自然環境的共存也好，我覺得它是一個共存的這樣一個相互邏輯。但是其實大眾在你們創立之初了解麻六記，更多的是通過你和蘭姐本人的這個名人效應。你會覺得說這種 IP 和企業的強綁定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弊？我覺得不是通過我，只是通過我媽吧。你也是，我比較少。那如果是這樣，估計國贸店現在應該早就換地儿了。現在已經開了5年了，門口還都在排隊。我經常去國貿店吃飯，有人看見我，這不小飛哥嗎？你好，你好，就往打個招呼。每天麻六記大概要接待15000人到2萬人的這樣一個這個規模，線下就50家店，還不算酸辣粉的店。那如果人要都冲我來的，
那我得多大影響力？那肯定他得是为了这个菜品持續的去這個地方去消費。所以您看到的只是一個現象，它並不是這個商業邏輯的本質。所以你現在會希望說可能更加退居到幕後一點，不要經常出現在比如說直播或者大眾面前，你會有在意這個事情？我不在意，但是我覺得現在整個消費邏輯也發生這個變化了。以前我們會說非把自己給畫的一定義，好像他這幹這個，我們這個圈跟他們圈不一樣。現在沒有這方面的，每一個成功的圈裡的人都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成功的，是吧？都值得被尊敬。而且現在你看企業家也好，他也比較跨界了啊，包括國外的很多企業家也都非常跨界了，自我的個性也都是很鮮明的。這種東西你是掩蓋不了的，因為這個企業本身就代表了你自己的這個性格特點。與其讓大家去猜，還不如說出來，讓大家去知道原來這個設計是這樣的，原來這個菜是這麼來的，是吧？原來我們現在在幹這些事兒。我覺得我也不排斥，但是現在少。確實平時出差的拓展新渠道，拍一些好玩的內容，通過這些視頻來代替短暫的直播，用一些好的達人視頻去持續的讓大家可以去消費我們的產品。你說的視頻是你看到的比如說餐飲方面的視頻，還是說你個人的生活方面的視頻？餐飲方面的有幾個維度，你不能天天在家吹自己的東西好，也要探探別人的店，吃別人店，分享生活的東西，分享飲食理解、審美的理解、建築、服裝設計，其實這些都是一體的。我舉個例子，風味這個品牌做得非常好，你都用謝霆鋒的視頻，他做飯的視頻去下單。你什麼時候見過謝霆鋒直播啊？少。因為我好像沒看過你做飯的視頻。對，我做飯不如謝霆鋒好，我不太會做飯。我就小時候在巴黎做那些解決自己溫飽的一些飯，但是我現在後廚也在學。所以你看，它有很多轉化的方式跟方法，不一定非要依賴於單一的直播帶貨的方法，這樣也讓公司多幾條路通過視頻、短視頻也好，達人也好，通過線下渠道也好，多方位的開花。對，你說到風味他們賣的這個腸兒，好像之前是說賣了15億嘛？你覺得它這個產品的成功是因為什麼？你們有什麼可以參考的嗎？這個品類本身就是挺好的，我們的小旺腸也賣得特別好，我們小旺腸累計也賣過超過11億了。小旺腸我買過，是不是也挺好吃？對，我覺得主要成功的問題還是在於產品。我跟他們的腸的都有共同點，都是基本上都是100%肉的，沒加什麼，幾乎沒什麼澱粉，用的豬前腿的肉。那風味它更加聚焦於這個腸上面，它出了更多的口味，比如什麼玉米口味的，最近我看又出了很多口味。那因為我們麻油記本身它就是做川菜的，我們更加傾向於做素食類。現在出的牛肉麵、酸辣粉、小麵，所以在小旺腸這塊我們是比較單一，但是共同點就還是質量、口感，還有裡邊的肉的含量很重要的。對，我看到現在你們是不是還有一些海外的布局？因為其實從可能10幾年，就中國餐飲企業就開始出海了。像您之前說的，像海底撈，這2年比較多的可能是茶飲類的，還有一些像泰二酸菜魚，類似於這種其實比較標準化的餐飲。你們在這方面是怎麼考慮？它背後都是成功，就是一個供應鏈，它有一個很強的供應鏈。我們這種麻油記可能不太具備這種，但我們麻油記酸辣粉現在出去了。我們開始在美國，在全世界各地開始，因為我們有一個比較標準化的，因為酸辣粉你可以給它做成加盟店啊，但麻油記是必須得開，廚師得去，所以我們都特別謹慎啊。麻油記海外布局，目前有了嗎？在海外開店還沒有？開起來的店沒有，但是籌備中的有了幾家了。如果籌備中，最先有可能在哪個國家？印尼？為什麼會選印尼？感覺印尼它人口多，華人文化，人口多，成本低，房租也低。但消費實力非常強，和我們大陸的2000幾年特別像。你提供好的產品去，大家都是熱鬧那種去，競爭也沒那麼激烈，中餐也沒那麼激烈，所以我覺得印尼是一個特別好市場。那未來如果在印尼開店，你也有可能駐紮在那邊一段時間？對，現在去印尼就是咱們的中國香港，我禮拜6就去2選1的地方簽約，巴黎。這次我找了個地兒，我不是去參加時裝週的，我是去打醬油的，我是陪他們去，我也不是時裝界人士，就湊個熱鬧。我是去連看帶放鬆心情，學習，順便找了個地兒，先開個店，見了那邊的這個那個合作夥伴啊，我們已經發 offer 過去了，美國、加拿大。這2年好像關於餐飲行業的話題和討論度特別多，也有一些爭議，你有關注到這些大家的討論？
我觉得討論是好的，在討論中大家去有更多明確的標準以後，才能去不是蒙眼狂奔了，在一個標準化之下，大家有秩序的去發展，是吧？挺好的。對你做餐飲行業會有什麼思考或者是改進的地方嗎？每一個人的經營理念不太一樣，沒有說因為一個人或者一件事去改變我們的臨時掉頭剎車或什麼的，因為我們這麼多年堅持的也是自己一套經營方式，所以每個企業之間都不一樣。你把自己的這套經營方式不斷的去延續做好，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你這麼多年一直活躍在大眾的視野裡，你現在已經習慣了這種和輿論共處，或者大家可能大眾非常關注你的一舉一動。你要說習慣，我相信很多這些藝人朋友，他們還是做這個行業的，我都相信他沒法100%習慣這個東西，因為市場還有這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聲音。你要選擇去接納它，給自己一些留白的時間自省。那如果看到一些負面的評價或者言論，還會影響到你的心情嗎？如果說是正常的其他留言有一些負面，這個我是完全接受的。但如果說是故意的，而且長期的，而且有組織有目的的，這個影響到公司利益的時候，我相信我們會果斷出手。不是果断，是諮詢法律法規的標準，保護企業的利益。您在麻六记整個經營過程中有面對的最大的危機是什麼？到這企業才4年多就危機了，那就是沒有過。目前覺得都算比較平穩。在發展過程中解決困難，解決問題，提升自己，不斷的去讓企業變得更加完善。或者我換個詞兒，你覺得比較大的挑戰是什麼？認知，我們對自我的這種認知的提升，對整個大環境競品的這種認知的提升，虛心的去學習，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為畢竟我是81年的，我們那些很多創業者都是70後，現在有很多90後的消費者，90後的創業者，所以我們必須要丟掉我們這種餐飲老兵什麼，我們很有經驗這種傳統的這種認知，我們每一天都要跟新鮮的事物和新鮮的從業者去學習。目前有什麼在你創立之初你覺得和你想象的不一樣的地方嗎？還是基本上是按照你的想象來進行的？我没想到市场会变化这么快，以前敲腰南从300块，我们这次干到120、130、140，我就已经很低了，突然2年下沉了一部分。对，那 OK， 那我们就是应对市场，所以什么？我们推出了麻六记酸辣粉店，装修也很漂亮，就卖酸辣粉，还有一些面，好吃的面，包括一些小菜，人均消費就20多塊錢，20多塊錢啊！我也不是說通過麻六記自己的降價，去降低麻六記本身的這個質量和定位，而是推出一個全新的，應該能達到一樣價值，所以現在我們開了200家店了。但是目前這個市場整體的下沉，你會擔心說我這50家店目前不改變，未來可能會有影響？我覺得就怕瞎變，一定要堅守住。天天你看他那樣，你改變真的，明兒你看他那樣，你變成那樣，那企業那離崩盤不遠了。我覺得堅守住自己的，你是做什麼的？我們是幹嘛的？我們的基因是什麼？因為咱們畢竟比率小，基數大。假設有5%的人喜歡你多少人，這一類人你就做不完他們的生意。那何況你還通過不斷的多品牌戰略，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消費的優勢。那你希望說麻六記這個品牌傳遞到消費者心裡，就是我們想起這個品牌的時候，最重要的是想到一個什麼樣的詞或者形容？毛血旺特別好吃，不貴，很實在，環境還不錯，對，價格比較高。您這麼多20年，其實都是和餐飲相伴，一直在成長。你有沒有想過說，也許有一天我不做餐飲了，你會想要去做什麼？開臨終關懷醫院。我好像您小時候就有過開醫院的夢想。臨終關懷醫院我開不起，就咱也不專業。我覺得這種臨終關照、臨終照護還是很重要的。為什麼會特別關注臨終關懷這個？其實，這東西我不知道，反正我說，但是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播。這個東西，其實人在去世的那一剎那，他的思想跟他的認知特別重要，直接決定了你未來去哪兒。有一句話，什麼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你自己認知改變了，可能你那時候去世的時候是快樂的，那你可能就去快樂地兒。那麼有的一些人修了一輩子行，他最後死的時候就剩怨恨，他下輩子他還是超脫不了，因為死亡對每人都是平等的，最後你誰也逃脫不了這事兒，都什麼也帶不走。但你怎麼死，在什麼狀況下死，我覺得還是有點尊嚴。因為我
之前家人有去世的，我去医院，有地上的，躺在木板上的，最后一大堆人，不管你再有钱，挤的一个医院，每个人插着管的，是吧？如果我们能做一些临終關懷，去讓他相信一些精神上能讓他有寄托的，在有家人陪伴的環境下，也算是一個有尊嚴的走完一生。所以你現在也會開始思考一些和死亡有關的話題。我18歲的時候開始。那個時候是發生了什麼嗎？當年我家的親人跟我母親創業發生這個事情的。所以這麼多年，其實這個事情在你心裡還是一直揮之不去。對，這畢竟是親人。當然我也不能代表所有人，可能我是巨蟹座的體質比較，我是老拿過去的事兒想過去的事兒。去琢磨怎麼有什麼方式方法去老在想這一類事兒。對，因為思考死亡本身可能也會提醒我們該如何更好的活着。不是說我們該怎麼更好的活着，是我們的存在怎麼能更有意義。對，比如說你看我們從喬安南年代就做了好多的捐贈，各個災區出這些事兒我們都參與。其實很多事兒是我媽就說你幹嘛不說呀？人家都把一個芝麻的事兒，一個芝麻大點兒說成西瓜這麼大。你天天就把西瓜大事說成芝麻這麼點兒，我說了就把他的這個福報，他做這個好事給他消耗了，因為已經得到了別人的讚美了。你沒說，並不是代表這事你沒做，它可能累積在以後你的生活中，這都是一個因果的過程。對，你其實參與了很多公益的事情。默默做吧。我知道你是從小是生在朝陽長在朝陽，你現在覺得對那會兒比較印象深刻的一個記憶是什麼？或者現在回想起來你的童年你比較深的一個場景是什麼？我比較深的場景就是從小學1年級到我出國前那9年是比較的活躍，這種體育項目都要參加，文體都兩開花。對，我學習成績還不錯，也奇怪了，我覺得這跟我媽教育有關係，比較嚴格。不考雙百就不行，就你哪怕掉了1分都覺得丟人。我唯一學習成績最差的那一年，就是我小學3年級的時候，我媽出國了，也沒人管我，並不是我自己不學習，發現就沒這動力了，也沒心情，每天比較消沉，就在這個我們家那小院裡蹲着，隔壁那爺爺奶奶看着我挺可憐的，沒事叫我去他們家吃飯去，就那一年考80多分。後來我母親就覺得，你看小孩也小，學習成績也下來了，他後來就放棄了，在國外打工，又回來了1年的時間。所以從4年級正好趕上3年要3好生嘛，我媽回來我又考雙百了，後來才有機會上的80中。所以她是一個比較嚴厲的母親嗎？我覺得她的嚴厲是這種我那代父母的嚴厲跟現在父母嚴厲，他初衷不一樣，可能是。對，你剛才提到說你母親在你3年級的時候就出國去做工作，你那個時候當時她怎麼跟你們說我就是要出國？對，出國看看，因為我的這個表姑大爺啊，很多一家人隨着我奶奶弟弟他們出去早，他們就先過去了。過去以後，我媽也想去看看有沒有機會。對，他們其實是90年代算是第一批開始下海創業。我爸下海早，就是我舅爺爺他們那一代是80年代就出國了，比較早。但我爸媽因為下海早，所以我們家就沒分上房。我記得我出生到我3歲，我們家才蓋的一房，在我奶奶家旁邊那大院裡找了一片空地，人家鄰居覺得我們家也挺不容易的，就這地給我們家用了，砌的一個磚房。對，那會兒還是一個國企都分房的年代，是他們選擇下海，錯過了這個分房，是不是後來也覺得有點遺憾？反正我同學生活條件都特別好，當時最起碼不愁吃不愁喝，冬天有暖氣，夏天沒空調，但早期蓋那房子夏天還特涼快。每天就問我爸我媽，我什麼時候能住上樓房？確實挺苦的。北京人每天早上起來問候語都是吃了嗎？你吃了沒吃回家吃去？我們都是奔去那公共廁所的路上，大爺剛從廁所裡邊出來，我正去廁所的路上，吃了嗎？哎，我沒吃，進吃去吧，都那種，就開玩笑。生活環境包括冬天的時候，不是說困起不來床，是太冷了。你從被窩裡鑽出那一剎那，那簡直就是這種這崩塌的感覺。因為你看我9點半要睡覺，用那蜂窩煤，那燒5塊煤，那把底下那2塊燒的特燙，你才能堅持到後邊第3塊能燒到早上起來6點。那6點起床，那屋裡已經火都燒完了。非常冷的一個狀態，所以小時候住平房大雜院還是挺辛苦的，尤其我父母又下海又忙，經常就我夜裡自己一人睡。你講6、7歲的時候，
對，6、7歲的時候，我現在都已經想不起來我6、7歲在幹嘛了，感覺你對那個時候的印象很深刻。我都記得住，5歲、6歲、7歲、8歲，每年發生的這些事兒，老師叫什麼名，學的什麼東西，可能某一天的天氣，有一天我姥爺帶我下課，他偷着給了我2塊錢讓我打遊戲，我都記得住這些事兒。但特逗，就過去的事兒，你問哪天我大概幹什麼事，我都能給你想出來。但你說明天我安排什麼事，我就想不起來，我得需要一本儿記着。你記憶中總是會把那些美好的記憶一直留着的。对，你剛才說小時候因為父母剛開始下海，其實那會兒也挺不容易的，你有印象中可能到了某一個階段，家裡的生活開始改善了嗎？我回國之後啊，05年以後才開始改善的。所以其實在你出國之前應該15歲左右，16歲，16歲之前一直其實是一個相对比較清苦的狀態，可以用一個詞兒叫顛沛流離形容。是嗎？對，今天可能跟我奶奶住2天，住在我媽當时幹小房子裡，跟我姥姥住2天，住一段时间。我姥姥他們也挺累的，我小舅也交女朋友，我也不能老天天跟他住一塊兒，我就去我大姑家住2天，反正就四处住呗。最后一次是住在我老祖，就我姥姥的媽媽，她那個房子拆了分了一個房，住她那兒。最後那2年就我跟她住，她那時候83歲，我這個16歲，最後就從那兒出國了以後就自己開始租房，也是四處搬家，就想着哪兒便宜住哪兒唄。剛到法國的時候住學校，後來我從南部就自己跑到巴黎去了。我覺得你既然出國了，應該去看一看真正的法國什麼樣了。天天窩的南部那都是不能代表整個法國的文化，对吧？挺向往巴黎，去巴黎自己找学校轉學，那租房先在3區住，3區是最早的華人區。我這次去巴黎，我還特意去看了一眼，一點沒變樣，但是對面中餐館多了好多，什麼奶茶店都有了。我覺得現在留學生太幸福了，真的。又搬到16區的小閣樓裡面，8平米，後來又搬到13區的一個小胡同，一個小閣樓裡面，所以搬了3、4次家吧。所以跟我生活中的印象，我一直都在換地兒，沒有在一個地方就扎下根兒來。但是對於一個小朋友或者年輕人來說，這種到處搬家，像你說的顛沛流離，帶給你更多的是覺得挺有意思的，還是說沒意思？我這個特想在一地兒待着，我就想在北京待着。在一地方住時間長一點，這2天，比如說秋天最好季節，我哪都不想去，就在北京，在公司啊業務弄一弄，享受享受。其實你挺渴望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在一個地方。對。但是到現在也一直忙忙碌碌，還沒有過上你真正覺得理想的比較好的那種狀態。但是現在在出差的過程中，時間也短，到那就把事兒辦完了，比如把地兒看了，開業剪剪彩啊，見當地的這些同行，包括和這店裡的員工們吃飯開會，完了我就回來了。你現在生活中在家庭和這個事業分配的比例是怎麼樣？我小孩逢年過節呀、放假呀，能回到咱們大陸來了，度假咱們去走走看看，去了很多地方，讓他們有這種民族感，有家的感覺。我也跟他們非常尊重小孩的想法，我還是鐵打不動的，反正2禮拜回去幾天，跟他们打籃球，日常走一走。你覺得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父親啊？因為是那種虎父嗎？還是？我可不是，我一點都不是，特別在乎這孩子的感受，在乎身邊人的感受。你覺得你最向往的生活狀態是什麼樣子？每天都能去公司上班，每天有時間去鍛鍊，一周能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兒。那現在應該已經實現了，聽起來。還沒有。對。如果現在站在這個時間點，對可能剛剛回國的那個時候，2004年的王小飛，你覺得有什麼話要說嗎？還是要多站在別人的角度上考慮問題，在每一天的工作和過程中、生活中學會反省。每一天都有公司的這些各種各樣的工作，每天也會遇到各樣的挑戰，這才是我們生活的意義。謝謝，也希望麻六記更好。好，感謝。